永贞，辽国首都，一个低调的城市，我要去感受一下。等等要出发去辽国，永贞，这个辽国对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哦。晚一点再跟大家慢慢的说。去辽国有很多方式，从越南可以过去，从泰国可以过去，还有从上海也可以过去哦。啊，这次我选的是从泰国，因为这个辽国跟泰国的关系啊很好，他们两国的人民啊，基本上语言都是相通的。从台湾是没有直飞的飞机过去的。好啦，早餐吃完了，也消化了大概有5分钟左右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去辽国永贞。现在在太行的飞机上，我虽然没有坐商务舱，可是我旁边都没人坐，这跟商务舱是一样的。好了，这个餐就很简单啦，一个蛋糕，一个鸡肉卷，一瓶水，简单简单。入境时，海关姐姐把所有的印章戳记全都盖在这张纸上，他们不会盖在我护照上。所以我现在到了永贞了，这边的人真的比较少，跟那个曼谷比起来，人少，而且我看不到什么 taxi 啊，我要去找一下 taxi 在哪里。这个据说是全东南亚最无聊的首都啊。那怎么没有？这是 change， 这些都是卖电话卡的。这里好多大陆人。啊 ，taxi 要在这边叫，然后这边换钱。记得我爸以前跟我说过，他说辽国人很善良，他不会像其他国家人哈，那他们也没好像与世无争那种感觉。一般人就坐在路边，他不觉得你有多好，他也不觉得自己有多差，这是一个非常乐天知命的民族。从这里到市中心，7块美金。7块美金就是210到230左右，现在好像是33块，230，大概10公里吧。拾起来了。诶，这边是左边还是右边？我看一下，这边是走，哦，这是左驾，那我左这边。Thank you。哇，这个好漂亮。哦，这个新建筑物好漂亮。哎，这就是我住的酒店了，看起来还可以耶，长长细细的。这边就是市中心的，从这个街景看起来，他们真的应该不是很有钱。旁边就是 Apple Store，iPhone。哎，这房间看起来还可以，在5楼，但是很旧，很旧很旧。但是因为它在市中心，哎，它洗澡在哪里？啊？哦，这边是洗澡，那边是上厕所。哦，它分开来的。这个外面就是铁皮屋啊，看起来
啊，那边也有漂亮的房子啊，那也有铁皮屋，市容也是相当的多元呢。哎呀，一不小心身上带了巨款，总共800万。哎呀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现金的，一张10万，一张10万。10万块等于台币是152块，大概150块，所以是6张，大概是1000块台币。哎，对，这个900块台币。好，我现在从酒店走出来，去看看他们那个凯旋门，我真的很难相信啊，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底下。有那个凯旋门，看一下。哎呀，小店啊，这个小时候才有的，还有这个，餐厅还蛮多的，然后有很多老外在这附近。其实啊，整个中南半岛都被大陆啊给侵蚀了。你看到处都有中文，到处都看得到中文。今天来的时候啊，也是那个中国来的团呐，一团。这里的行人红绿灯好像都不会变绿，好像你要自己想办法过去。哎，现在学生都下课了。前面就是永贞的凯旋门。我们都知道香榭大道两边都是购物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永贞这边呢，也是类似一个大道，可是呢，它两边没有购物，两边是比较就是一般的建筑。听说它这个建筑物呢，也是法国殖民的时候做的，现在也是永贞就是辽国的一个代表象征。等一下，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。我现在有个疑问，他这个要怎么去它中间的广场？应该有一个地方可以过去吧？我找一下怎么样过去它中间广场。哎，这个一近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哈，气势有了，好大，好巨大，壮观了。你要带我找那个怎么过去的这个方式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，这麻烦。就是从中间直接穿过去，没有什么其他方法，因为他也没说不能穿啊。我就从中间直接穿了。我过来了！哎呦我的妈！哇，这跟凯旋门最大的差异就是说，它上面有很多这个佛教的这种雕像，有没有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很多的佛教的一些文物啊雕像在上面。那凯旋门上面呢，都是像拿破仑骑马啦。或者一些这个所谓的西式的英雄雕像在里面。现在我要去买票，走上去。可以俯瞰整个永贞。当地人5000，游客3万，他内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刚在街上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景象，请在下面留言，我下集跟你们说答案。有各种的佛像，啊，这包几层啊？这是为了庆祝他们的第一次独立。所以1957年建造。
然后1960年停工了，1966年又开始建造，第二阶段建造。1966年那个永贞有大水，1968年终于完成，所以是从1957年一直到1968年，大概11年的时间。1993年更名了，更名叫什么？叫 Partoux。Partoux 就是门或闸岛的意思 ，C 就是胜利，所以加起来是胜利门或是凯旋门。凯旋门比较好听的。2020年又增加了那个刚刚看到那个喷泉，还有这个光啊，建筑物没有光的话，其实就暗淡许多。这边还有比较辽国的和法国的凯旋门有什么不一样？他说辽国的凯旋门有4个门，那法国凯旋门只有2个前门，2个门。哦，前后吧，左右没有是吧？这我倒没有注意耶。每次傻傻的去凯旋门，傻傻在那边照相。这是当年永贞的洪水，在1966年，哇，所有人都在划船，所有就只能用划船去取代。哦，现在已经66岁，他有6000吨重，花了63 million 的 keep 去建造，63 million 没有多少，还是当时的价钱比较值钱。好，继续往上，来看一下这个辽国的传统食物，看起来就是跟越南啊、跟泰国啊很像啊，就是中南半岛食物，烤肉、糯米饭啊。这个传统服装倒有点像中国那个苗族啊。我有个亲戚啊，应该是算是我爸爸的舅妈吧，她就是云南那边的白彝族，白族女生啊，其实皮肤都很白啊。我都叫她婆婆。那个婆婆她是很白，虽然说她那时候我看到她的时候，她年纪已经很大，但是她皮肤是很白的，有那个白彝族的那个特征。看这个也是佛塔，总共有4座佛塔。这还不是最高，这还有一层可以往上。我们先从这层往后面看，这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喷水池，好像2000年才建的，现在不知道启用没。这个地方有点是朝东北的方向，这是他们永贞东北的方向。这边应该就是往那个另外一些寺庙、佛塔的方向。这条大道修的还是挺好的挺壮观的，总共大概有8线道。哦，喷水池喷水啦！他还放音乐啊。哦，本来还在场再上去的，现在上不去了。他这其实有点危险，我觉得，因为他这个，你看他这高度不高啊，就在我的这个屁股下方。那如果风大的话，说实在的，有点危险。今天风就蛮大的。栋梁壁画的，都是佛教里面的人物，菩萨、7大像。那基本上，辽国这个国家，60%、70%以上的人民都还是笃信佛教。
辽国这个国家，它的土地面积是台湾的8倍大，可是它人口呢只有700万人，这是台湾的人口的1/3啊。它的土地资源还是蛮丰富的，听说他们这边银很便宜啊，不过那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，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那么便宜。它这边土地很大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有些地方农民都不敢进去，或是说农民都不敢去做耕种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那里可能有些未爆弹，也就是说在越战期间因为北越和南越就被切开来了，那北越为了要攻击这个南越作战，你们可以看地图上面就知道，所以他从这个辽国这边呢开了一个小道，从那边输送武器或者是补给给南越做战争使用。所以在当时呢，美军呢知道了这个事之后呢，就在那边投了很多的所谓的集束炸弹。集束炸弹就是说，一颗炸弹里面可能有500-600颗像网球这么大小的炸弹，然后这些炸弹呢，每一个都可以让人这个支离破碎。那可是有一些像这个500-600个，不可能全都爆，所以有些是未爆弹。那因为重力加速度的关系有一些甚至已经到地底下大概5-6公尺左右。依据统计现在目前大概这种未爆弹只清除了4%，还有剩下96%还没有找到。如果发现这个未爆弹呢，其实也蛮麻烦的，要花费不少的钱去把它拆掉。一般人民也没有办法去拆这个东西，这边都是观光客而且这边都听口音，有些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。你看这边有写原老挝首都万象中心城区点亮工程，这个是中国这边帮忙点亮的。看从这边看过去，这个凯旋门很美然后在这个夕阳的照耀下，古意盎然。Take the time, enjoy the ride. Cities glow, hearts open wide when in your